你以为远方的战争只是电视新闻里的硝烟吗？不，当第一枚导弹从德黑兰升空时，真正受伤的其实是你的钱包。这条宽度不到34公里的水道，锁住了全球20%的石油供应。如果这把锁被强制关上，全球能源成本将在24小时内失控。但这个只是表象。很多人在问，美伊开战，油价会涨到多少？这是一个外行的问题。聪明人都在问，我的资产会被这场战争稀释多少？因为在2026年的金融战场上，战争不再是为了土地，而是为了美元的回流。这是一场全球性的、合法的、定向的财务收割。今天的影片，我将拆解这场战争背后最隐蔽的3层逻辑。看完这10分钟，你将会明白，为什么战争爆发时，最危险的动作竟然是什么都不做。今天带你来了解美伊开战的影响。了解前麻烦先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才能分享让更多人看到。很多人有一个过时的认知，美国插手中东是为了抢石油。事实上，美国早就是全球最大的原油生产国，它根本不需要中东的油。那它为什么还要派航空母舰在波斯湾巡逻？这不是为了石油，而是为了定价权。这就是统治世界50年的石油美元系统。游戏规则很简单，美国提供武力保护中东安全，而作为交换，全球的石油必须用美金结算。这个死结让美金变成了全球唯一的生存刚需。因为只要石油只能用美金买，全世界的工厂、货运、军队就必须储备大量美金。这给了美国一个特权，它可以肆无忌惮地印钞，却不用担心通膨。因为全世界都在帮他稀释这些超发的货币。当伊朗威胁封锁荷姆兹海峡，它威胁的不是油价，而是美金的刚需地位。如果这个区域失去控制，大家开始尝试用人民币、欧元甚至黄金买油，美金的黑洞就会瞬间崩塌。所以，美伊冲突的背后是一场霸权的保卫战。美国必须维持混乱中的秩序，才能确保美金依然是唯一的避风港。当大家都在关注火炮的射程，聪明人应该关注美金指数的脉搏，因为接下来一场吸星大法即将上演。现在，我们进入这场博弈最精彩也最残酷的部分，这就是金融圈秘而不宣的吸星大法。当美伊战争的导弹升空，全球投资者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不是去分析地缘政治的问题，而是恐惧。而在恐惧面前，人类的原始本能会让他们做出最有利于美元的决定：逃命。这就是所谓的避险回流。当动荡发生，全世界的资金会像惊弓之鸟，迅速从新兴市场撤离，卖掉当地的股票、房产和本币。他们不求赚钱，只求把资产换成全球流动性最强的避难所，也就是美元。这导致了一个荒谬的现象：美国在前面点火，全球的钱却在后方疯狂买入美国的资产。更狠的招数还在后头，战争推升油价，引发通膨，这给了联准会一个完美的理由，维持高利率。你想想，当美国外面在打仗，里面却提供5%甚至更高的利息，而且全球资产都在贬值，你会把钱放在哪里？这股强大的利差磁铁会把全球最后一滴流动性也吸回美国，结果就是一场定向收割。美元指数走强，意味着你的本币在缩水。当台币、日元、欧元纷纷走贬时，你买的进口手机变贵了，加油变贵了，连吃个进口零食都变贵了。你发现了吗？美国透过战争制造的恐慌，让全世界心甘情愿地奉献出购买力，来补贴它的军费支出。这就是避险陷阱。大家以为躲进美元是为了安全，却没发现自己其实是交出了收割权。这不是阴谋论，这是冷冰冰的金融物理学。那么，在这种吸星大法下，难道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吗？别急，除了美元，
还有一股新兴的力量正在悄悄布局。我们接着看 AI 与2026的能源变局。如果说20世纪的战争是为了坦克和飞机的燃料，那2026年的冲突争夺的就是 AI 的算力成本。请记住这条公式：能源就是算力，而算力就是国力。每一枚在中东落下的导弹，其实都在推高全球 AI 运算的隐形税收。AI 不是漂浮在云端的，它是吃电的怪兽。训练一个大型模型需要消耗数百万度电。当每一冲突导致能源价格飙升，全球电价跟着起舞时，这对 AI 巨头来说是一场极其昂贵的消耗战。这会导致一个残酷的结果：只有口袋最深的人才能留在这场游戏里。更隐秘的冲击在于供应链。中东供应了全球近40%的氦气，这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冷却剂。战争动荡会让原本脆弱的晶片供应链再次紧绷，这意味着你手中那张高端显卡的价格可能不再取决于效能，而是取决于波斯湾的风浪。但最讽刺的是，我们在上一章提到，那些因为恐慌而回流美国的避险资金，最终流向了哪里？他们没有进入传统制造业，而是疯狂涌入了矽谷。也就是说，全世界在为通膨买单，而这些资金却变成了美国 AI 巨头研发下一代霸权工具的燃料。很多人觉得，只要我不买石油，不买美股，这场战争就与我无关。这就是最大的误区。在现代经济中，石油是所有商品的底层基因。当能源价格因为战争翻倍，你买的每一颗苹果、每一件衣服，甚至每一顿外送，都在帮美国支付那高昂的燃油附加费。更残酷的是汇率。还记得我们刚才说的吸星大法吗？当资金流回美国，你手中的本地货币如台币、日元就会像漏水的童子一样失去价值。即使你的银行存款数字没变，但当你发现买同样的进口产品需要多付10%甚至20%的钱时，你其实已经被收割了一次。现在我们聊聊最扎心的部分：人性。在战争爆发的前48小时，市场会充斥着末日言论。这时，90%的投资者会触发心理学上的损失趋避。看着账户绿油油一片，你会在恐惧中交出带血的筹码。而那些吸饱了全球资金的华尔街机构，正拿着你的钱，在底部张开大口袋。这就是这场博弈的本质：透过战争制造恐慌，透过恐慌引发贬值，再透过贬值完成资产的重新分配。你以为你在避险，其实你是在帮大资金完成最后的收割。想要不成为炮灰，你必须看穿这道认知的高墙。那么，普通人到底该如何在这场风暴中守住资产？听完了这么多收割逻辑，你一定会问：那我该怎么办？在这动荡的2026年，你的盾牌需要3层防护。第一，是抗通膨的实物资产；第二，是直接受益于动荡的能源配置；第三，是具备全球流动性的核心资产。记住，避险不是为了大赚，而是为了在风暴过后，你依然留在牌桌上。最重要的是克服你的反人性。当新闻标题越惊悚，你越要冷静地观察资金流向。当大家都在谈论战争的输赢，你要看的是账单的流向。在金融市场里，恐慌是有价格的，而冷静是唯一的折现工具。不要成为那90%的炮灰，要做那个看透规则的10%。战争终究会结束，但霸权的洗牌与财富的转移却永不停歇。这场美伊冲突只是一个缩影，它揭示了未来10年全球金融的底层逻辑：谁掌握了能源与科技，谁就掌握了收割权。今天的分析到这里，我想听听你的看法。如果战争持续，你认为哪一种资产才是最后的避难所？是黄金、USDT， 还是你手中的优质股票？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寻找真相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点赞、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我是原动力，我们下期见。